陈默，今年辛苦你了，这6万块是你的分红，拿着回去好好休息。舅舅，你说什么？账上净率106万，我们当初说好的1人1半，你现在就给我6万，而且这一年进货渠道、菜品账单哪一样不是我定的？评分第1的烤鸭哪一个不是我烤出来的？说好，口说无凭，合同上写了吗？你就是个管后厨烤鸭子的，给你6万已经是看在亲戚情分上发善心了。再说了，你也干了1年了，够辛苦了。后厨的事儿从明天起就交给李凯吧，年轻人需要机会。是啊，师傅，您老人家是时候退休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的手艺发扬光大的。行，我今天就走。喂，中介吗？帮我看看业绩烤鸭正对面的那家铺子，我今天就要盘下来。手艺已经学到手了吧？放心吧，我师傅那3板倒功夫已经全部学了过来。叶剑，你以为李凯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就得了我全部真传？那锅老卤，那包祖传的调味料配方才是灵魂，我至今一个字都没传给他。可惜了，一家好饭店要靠好味道才能走长远啊。喂，中介吗？帮我看看业绩烤鸭正对面的那家铺子，我今天就要盘下来。陈老板，这铺子地段是好，就是对面可是业绩啊，您确定要在这儿开？他还真盘下来了，胆子不小。咱们这个月的促销活动力度要不要再大点？开业第1天，直接让对面开不了张。这儿就挺好。叶剑，我就在这儿看着你，也让你看着我。那行，合同签好，钥匙就交您了，租金押1付3，从今天算起。他还真盘下来了，胆子不小。就那个破铺子，隔壁以前是卖米粉的，没多久就倒了。他一个只会烤鸭的，没您拉客源，没业绩的招牌撑着，能翻出什么浪？你说的对，正好让他亲眼看看业绩是怎么一步步把这条街的生意全吞下去的。那叶总，咱们这个月的促销活动力度要不要再大点？开业第1天，直接让对面开不了张。不急，让他先折腾，等他开业那天给他送个大礼。这儿又要开店，干啥的？不知道，不过吃鸭子肯定还是去对面的业绩啊，人家评分第1。这儿又要开店，干啥的？不知道，不过吃鸭子肯定还是去对面的业绩啊，人家评分第1。不急，评分这事儿是客人一口一口吃出来的，我有1辈子的时间。亲舅舅叶剑带着他赚钱，闹掰了不说，还非要死磕，就在对面开店，这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？哎呦，这陈默还真是个倔驴脾气。亲舅舅叶剑带着他赚钱，闹掰了不说，还非要死磕，就在对面开店，这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？谁说不是呢？业绩现在是咱们这片响当当的招牌，人家客流量稳得很，他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怎么跟人家大店比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他那个徒弟李凯都跳槽留在老店了，徒弟都不要师傅了，那手艺肯定是被掏空了呗。你们啊，先别忙着下结论。我跟陈家老爷子，就是陈默他爷爷，打过几10年交道。陈家烤鸭是3代祖传的老手艺，当年老爷子在咱们这条街支个摊儿，那味道飘出去3条巷都闻得见。可惜啊，走到今天这步，被亲戚徒弟联手挤定。祖传手艺顶什么用？关键是不会做人呐。他要是好好跟着舅舅干，年年分红不愁。这孩子太要强了。祖传手艺顶什么用？关键是不会做人呐。他
他要是好好跟着舅舅干，年年分红不愁。现在好了，毒气开店，我看啊，迟早把家底儿赔个精光。就是，可不是，这铺子以前是卖米粉的，开了不到3月就倒了，风水就不行。叔，李爷爷，陈家手艺是祖宗传下来的立身之本，它不是换饭吃的交易，输赢还不一定。小莫，你爷爷当年传你手艺的时候给你说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行，嘴硬，等赔光了可别怪街坊没提醒你。小莫，你爷爷当年传你手艺的时候给你说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李爷爷，您到时候来尝尝就知道了。默默，你记着，咱陈家烤鸭传了3代。陈家祖训，守味守心，旁人不懂，不妨事，时间会替我把话说清楚。默默，你记着，咱陈家烤鸭传了3代，到我这儿是第4代。这里头每一样东西都是老祖宗一样一样试出来的。老卤要日日养，1天不煮就断魂。食材要次次鲜，隔天的鸭子烤出来皮不脆肉不香，那叫砸招牌。还有这手艺不传贪利之人，不传投机之徒，记牢，记到骨头里。辛苦了，今天的货，陈师傅，先别开。李凯学了烤制的样子，没学到陈家的根。叶剑只看见眼皮子底下的利，丢了做餐饮的本。祖宗传下来的，不只是配方，是良心。这就是我的底气。周哥，辛苦了，今天的货，陈师傅，先别开。今天这车货不能卸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叶总，您舅舅那边昨晚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这条街所有的鸭品，他业绩以后全包了。陈师傅，对不住了，今天这车货不能卸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叶总，您舅舅那边昨晚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这条街所有的鸭品，他业绩以后全包了，价钱加2成，今天就跟我签长期合同。外甥，做生意嘛，各凭本事。陈师傅，我也是小本生意，业绩量大，得罪不起，您别怪我。你年轻，多历练历练。师傅，要不您去城南看看，那边可能有卖冷冻鸭的，便宜。陈师傅，我也是小本生意，业绩量大，得罪不起，您别怪我。周哥，我陈家做烤鸭，从来不在货源上被人卡脖子。规矩做生意，靠抢靠压，长久不了。老家养殖场的土鸭，今天帮我现杀20只精品，
送到市区老街，越快越好。喂，三舅公，是我陈默，老家养殖场的土鸭，今天帮我现杀20只精品，送到市区老街，越快越好。叶剑，你以为全城就这1车鸭皮？陈家3代养鸭子的老交情，遍布7个县，你截不住。叶剑，你这孩子太不地道了！亲外甥的生意也要刻意打压，仗着有几个钱垄断食材，你这是做生意的样子吗？做生意靠的是味道，不是靠霸道。李大爷，您消消气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亲眼看见的。叶剑半夜打电话结了陈默订的鸭胚，加价全包了，人家货车都来了，硬是让开回去。你说这是什么行径？你说呢？自己亲舅舅辛苦1年了，拿6万块打发人家，人家开业第1天又劫人家的货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？你心里没数？李大爷，您确定没看错？业绩平时看着挺大方的，去年中秋还给大家发过优惠券。大方？我活了70岁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他那是大方还是收买人心？当年陈家老爷子就是小莫他爷爷在这烤鸭子的时候，你们有些人还没搬来，老爷子推个小车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从不缺斤短两，从不以次充好。有回一个要饭的小孩偷了半只鸭，他追上去，不是打骂，是问吃饱了没，转头又给包了2张饼，这才叫手艺人的良心。叶剑刚才那一手叫缺德，丢尽了老街的脸。我早就听说业绩换了大厨之后味道没以前好了，我以为是换口味呢。我也是未想，原来是师傅走了。就是，我上周去吃过一回，鸭子确实没以前香了，还涨了价。那陈默这孩子也是被逼的。你说呢？自己亲舅舅辛苦1年了，拿6万块打发人家，人家开业第1天又劫人家的货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？你心里没数？大家要是信得过，开业时候来尝尝，觉得好吃帮我传个口碑，觉得不好吃我改进。李大爷，谢谢你。各位街坊，我陈默嘴笨，不会说漂亮话，我做烤鸭就是按祖上传下来的法子，老老实实做味道。大家要是信得过，开业时候来尝尝，觉得好吃帮我传个口碑，觉得不好吃我改进。小莫，开业那天你给我留着位置，我老李头第1个来，我就不信老街的人分不出好赖。各位，咱们都是老街坊了，嘴巴最公道，谁用良心做味道，谁用算计做生意，吃了就知道。到时候你们自己拿脚投票。今天的招牌烤鸭我亲手烤的，您尝尝，味道跟我师傅的一模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业绩这烤鸭我吃了20年了，从老陈吃到叶剑，味道虽然有点变，但在这条街上还是独一份。看，新主厨，听说才20出头。赵叔，来，今天的招牌烤鸭我亲手烤的，您尝尝，味道跟我师傅的一模一样。赵叔，怎么了？不对，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呀，火候、时间、温度，我都是按师傅。我就是吃了几10年烤鸭，什么味道心里有数。你是不是调了什么配方？这味道不对。以前陈默师傅烤的鸭子，人家那皮是酥的，咬下去能听见咔嚓。这个皮发根，嚼起来像纸，肉呢又干又柴，汁水呢没有，香味也淡了一大半，根本不是一个味道。叔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呀，火候、时间、温度，我都是按师傅。我就是吃了几10年烤鸭，什么味道心里有数。你是不是调了什么配方？偷工减料了？赵叔是老顾客了，他说的应该没错。我上次来也觉得不对劲儿，还以为是那天自己胃口不好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今天后厨人多，火候可能没把控得太完美。这顿我请客，给您免单，再送您一份甜品。沉住气儿，
赵叔，您消消气儿。这个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今天后厨人多，火候可能没把控的太完美。这顿我请客，给您免单，再送您一份甜品。下次您来，我亲自盯着，保证跟以前一样好。叶老板，免单就不必了，这鸭子我付钱，但下次不会了。你们业绩的招牌不是靠免单撑起来的，是靠20年的老味道。那个味道现在没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各位乡邻，陈氏烤鸭今天正式开业了。你跟我说手艺全学会了，现在一个老食客的嘴都骗不过。叶总，我是按步骤做的啊，火候、时间、腌制都一样的。结果呢？你自己吃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跟他的原来一样吗？今晚关门后，你把所有步骤给我复盘一遍，一个细节都不许漏。要是找不出问题，你知道后果。各位乡邻，陈氏烤鸭今天正式开业了。万生，好好的路不走，非要跟我对着干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这小店撑不过1个月。识相点儿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关门吧，别到时候血本无归，丢人现眼。师傅，识相点儿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关门吧，别到时候血本无归，丢人现眼。您那家底儿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叶剑，你开你的店，小莫开小莫的店，各做各的生意，街坊们自己会选，你何必大早上就来闹场？您误会了，我是来给我外甥捧场的。开张第1天，我来看看，不行吗？叶剑，你说1个月，行，1个月后我们看结果。1个月后我们看结果。小魔，给我来1只烤鸭，要整只的，我要坐下来慢慢吃，好好吃。哎，李凯，你叫我师傅叫了2年，我今天最后教你一件事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客人吃进嘴里的味道骗不了人，也瞒不住人。行，1个月，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小魔，给我来1只烤鸭，要整只的，我要坐下来慢慢吃，好好吃。哎，就是这味儿，60年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谁说不正宗，叫他来找我老李。好香的味道！老板，给我来1只烤鸭。好嘞，您可以坐窗边，光线好。哇，闻着好香，看着好好吃啊！太好吃了吧！肉里面全是汁水，这才是正宗老味道啊！姑娘，你是在做广告还是真的好吃啊？你自己来尝，真的巨好吃，比我上次在业绩吃的烤鸭好吃太多了。真那么好吃吗？真的假的？比业绩还好吃？不能吧，人家业绩的烤鸭可是销量第1的。给你自己尝尝。哇，真的好好吃，比业绩的好吃。真的吗？那我买半只。真那么好吃吗？发现宝藏，老街陈氏烤鸭，秒杀对面某记。老板，你家的鸭子为什么这么好吃啊？自从对面业绩换了师傅之后，他们的鸭子就越来越不行了。其实没什么秘诀，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，客人吃1口就知道。鸭胚是今天早上现杀的土鸭，从老家养殖场直送。老卤是从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，每天都养，1天不落。
调料不在多，在挑，挑对了地方产的，挑对了时候收的。新鲜食材，祖传老方，不掺假，不糊弄，味道自然差不了。叶总，叶总，喊什么喊？天塌了！您快看看，对面陈默的店门口排了快20个人了。那个女的就是上次在他家吃完发朋友圈的那个，又来了，还带了人，网上全是他们的好评，一张嘴传一张嘴，人越传越多。我上次跟你们说的就是这家，你们闻闻这香味儿，绝对秒杀对面。昨天还只有零星几桌，今天就排了这么多。叶总，不能再等了，这才刚开业几天就排成这样，等1个月，整条街都得让它吸干。咱们得想对策，今天就得想，明天就得动手。对策？你说什么对策？陈默烤制的手艺你到底学过来？为什么顾客还是能吃出差别？上次赵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味道不对，前天有客人退菜，我给你高薪资，不是让你来糊弄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给我想出对策，你就给我滚蛋！我业绩不养闲人。叶总，有了，咱们打折促销，半价就是回馈新老顾客，先把客源稳住再说。你看对面那些排队的，有多少是真的懂烤鸭的？大多数就是看热闹图新鲜。咱们半价便宜1半，他们肯定会心动。等人来了，客源稳住了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半价？你以为我不想？但你想过成本没有？现在咱们用的鲜鸭，一只成本是多少？你心里有数。半价卖一只亏一只，3天下去亏的不是小数目。我业建不是怕花钱，但赔本赚吆喝的事儿我不干，除非你能找出压制成本的办法，否则半价免谈。可是叶总，现在不抢客源的话，我说了，除非成本能压下来，否则免谈。喂，老周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谈的，我这刚到了一批冻鸭，昨天现杀的没卖完，当天就急冻了，品质比鲜鸭差不了多少，但供货价比活鸭便宜1半。这怎么样？别给我弄一堆冻了3个月的陈货。叶总您放心，昨天杀的，今天上午才从急冻库转过来的，我这边有检疫票和宰杀日期，您随时可以查。有200只，好几个店都在问，我先给您打电话。200只，我全要了，你今天就给我送过来，价钱按你说的。好了，叶总，下午就给您送到。听到了，成本的问题解决了。你的计策我同意了，明天半价促销，大横幅给我挂出去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明天这批冻鸭你给我烤出和陈默一样水准的烤鸭，皮要酥，肉要嫩，样子要好看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叶总您放心，冻鸭解冻的时候我多泡一遍调料水，腌制时间多加2小时，烤的时候温度调高10度，保证皮脆，一般客人绝对吃不出区别。明天我就让对面看看什么叫价格战。行，今晚你加班把200只鸭子全处理好，记住，我要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做成了半价促销，连做3天，把客流全抢回来。做砸了，你知道后果。去吧，今晚辛苦点，明天是你的翻身仗。开业特惠，精品烤鸭半价，错过等1年，回馈新老客户，品质不变，价格减半。小陈啊，你看对门半价，你要不也降点，不然客人全跑过去了。王叔，不降，为啥呀？做生意不能这么死脑筋。业绩烤鸭评分第1，排队王。今天半价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小莫，你这真不降，叶建这是要把你往死里压呀！张婶，1斤五花肉多少钱？您是知道的。1只鸭从孵出来到养成多少钱成本，您也大概有数。半价卖鸭，要么是亏本抢客，要么就是食材打了折。业绩的鸭子半价，这成本怎么算得过来？你是说？小陈儿，给我来1只。昨天那半只我拿回去，家里人说没吃够，今天我在这儿吃，堂食。好，您坐。对，半价，怎么了？烧钱，我烧得起。对面那家新开的，下个月就让他关门。你等着看。叶总。叶总，这批冻鸭我刚才试烤了1只，口感真的不行，肉发柴，皮烤出来是软的，一点脆劲都没有。客人肯定能吃出来的。叶总，咱们还是换回新鲜鸭子吧，这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，食材本身就差了太多。新鲜鸭子，你知道新鲜土鸭现在多少钱1只？半价卖鸭，成本不要钱。
人工不要钱，店租不要钱。可是，万一客人吃出来，只要样子做得像，没人会较真儿。现在的客人都图便宜，有几个真懂吃的？你把调料下重点，甜面酱多给点，葱丝切粗点，把那个腥味给我盖住，不就完了？李凯，我这么跟你说，你现在才20出头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做餐饮的，有几个从头到尾用最好的料，这叫成本控制，是所有老板必修的功课。等咱们把对面挤垮了，客源回来了，价格再调回去不就行了？你跟着我干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但你得听我的，懂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叶总，我一定做好，保证看不出差别。这就对了，开工吧！11点前备好第一批。各位街坊，各位邻居，今天老李头我做个东，业绩和陈氏各买了一只烤鸭，咱们不看包装，不看招牌，只凭嘴吃，当场对比，看看到底谁家的鸭子好，公道不公道，吃到嘴里才知道。来，张婶儿，你先来。呸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业绩现在也太糊弄人了吧！你们尝尝，这肉又柴又腥，嚼起来像木头渣子，全靠重调料去遮那个腥味儿。甜面酱甜的齁人，葱丝切的乱七八糟，我看就是为了盖住鸭子的不好。我以前在业绩吃过的烤鸭不是这个味儿，他们肯定是换了材料，绝对不是以前的鲜鸭子。张婶说的没错，这鸭皮的颜色就不对，正经烤鸭的皮应该是枣红色，泛油光，这个灰不拉几的，一看就是冻鸭。张婶，你再尝尝这个。这个好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才是正宗老味道，鸭皮酥的，咬下去能听见响儿，肉里面全是汁水，越嚼越香，不放那么多酱都好吃。小陈儿，你这手艺没得说，鲜香不腻，越吃越想吃，跟业绩那个根本不是一个东西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以前业绩好吃那是陈默的手艺，现在陈默一走，业绩就原形毕露。以后再不去业绩了，多花几块钱吃好的，比吃便宜垃圾强。还用我说吗？各位都是成年人了，嘴最公道，哪家好哪家差，自己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我跟你们说，陈家3代做烤鸭，守的就是一个字儿鲜，鲜材鲜卤鲜烤，从来不用冷冻货，从来不以次充好，这就叫良心。叶建为了赚快钱偷工减料，我告诉你们，他这样下去，迟早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。就是，以后我反正是只去陈默家，多花几块钱也值。我吃饭又不是为了填肚子，是为了好吃。对，以后老街的人自己拿脚投票，哪家好去哪家。我跟你说，这家陈氏烤鸭真的太绝了，我昨天排了1个小时的队才买到，但真的值，那个鸭皮太脆了。对，我上次也吃了，我也是跟着别人去的，本来对门业绩排队的，后来有人传这家才是正宗老味道，我转过来一试，果然不一样。你看这个，有人在网上发了业绩的卫生照片，后厨脏得要命，还有人说他们用冻鸭冲鲜鸭，难怪那个味道越来越差，我以后绝对不去了。他真的没有说什么吗？你们聊陈默啊？啊？是啊，你不是对面业绩的吗？你们根本不知道内情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陈默现在做的烤鸭那些手法，都是偷学我的配方。你俩不知道，你们知道我以前是谁吗？我是他徒弟。他在业绩掌厨的那几年，所有的烤鸭其实都是我在烤，他只是挂个名儿。那些手法、那些秘方都是我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。结果他倒带着我的手艺跑出去自己开店，反过来跟我争客人。我现在在业绩就是想证明，那也是我的手艺。我是这家店的主厨李凯。真的假的？可我们吃着他家的鸭子就是比业绩好吃啊！那是我以前留下的底子，他还没学歪。但你们等着看，
他没有了业绩的供应链，没有我帮他，他撑不了多久。而且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他自己开店，第一时间就跑到业绩对面，这是什么居心？就是为了报复。这种人的品行，你们觉得值得信赖？原来是这样，那难怪他们俩闹掰。我是做这一行的，我比你们懂。你们爱信不信，但以后时间会证明。陈默那边就是一阵风，过去了，大家还是会回业绩。那我先走了。对了，你们要是认识别的食客，也帮忙转告一下，别让大家都被他骗了。100只鸭子烤出来，100张嘴吃过，公道自成。我不怕比。他怎么来了？陈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各位街坊，我是陈守业，陈默的爷爷，陈氏烤鸭第3代传。最近有人在外面传闲话，说我孙子陈默的手艺是偷学别人的，说我陈家的祖传秘方是偷来的。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各位请看，陈氏烤鸭3代单传，第1代是我父亲，光绪年间在城隍庙口支摊儿。第2代是我，从18岁学到55岁。第3代是我孙子陈默，从7岁开始跟我学。3代的传承脉络，这里白纸黑字，一笔一画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每一代传人的姓名、学艺时间、出师作品全都有记，各位可以自己看。跟李凯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。陈家的规矩，核心秘方100年老卤，养卤心法只传陈家嫡系后人。外门学徒只学烤制的基础皮毛，从来没碰过核心手艺。这是陈家3代铁打的规矩。陈老爷子当众宣布，要将李凯逐出师门。李凯，你站出来！你在我孙子手下学了2年，我问你，在这2年里，你见过我陈家的秘方本吗？你碰过老卤缸吗？你知道养卤的4级配方吗？你见过吗？你回答。没有。他之前在外面放谣言，说陈默偷学他的手艺，还要不要脸？切，老爷子说的明明白白，你连秘方都没见过，陈默偷你什么了？你倒是说说。我。各位街坊，陈家的100年传承有据可查，外人学的只是皮毛样子，根本不懂其中精髓。我陈守业活了70岁，陈默的手艺是堂堂正正传下来的。谁要是再造谣火黑，可以来找我，我把传承谱系和秘方本当面给他看，随便发。我陈家100年传承正大光明，不怕任何人看。小莫，这缸老卤是你太爷爷创立陈氏烤鸭时煮的第1锅卤，到现在快100年了。100年里，每天都加新料，每天都烧沸1次，春夏秋冬的配比全都不同，这些你都还记得吗？还记不记得？记得。春天湿气重，要多加藿香和草果，防霉增香；夏天闷热，要加甘草和陈皮，清热解毒，鸭肉不腥；秋天风大，要多用当归和白芷锁住水分；冬天寒冷，要下桂皮和丁香，温补增香。4季配比不同，差1味都不行。对，你继续说。还有，养卤不能用铁勺，铁器会破坏卤汁的酸碱平衡，只能用竹木勺子。每一班次下来都要把浮油撇干净，不然第2天卤汁会酸。空闲时也必须每日大火烧沸1次，沸腾时间不能少于1炷香，也就是8分钟。如果有一天没烧，这缸老卤就会断魂，香味减少1半。
你以为李凯学了2年，他学了什么？他只学了你教他的烤制流程，怎么挂炉，怎么撇油，怎么看火候，但他从来没摸过这缸老卤。他不知道4季加料的不同，不知道每日烧沸的规矩，更不知道这缸卤连着陈家100年的传承。他就算把鸭培烤得再好，没有这缸卤做底，那就是没魂的鸭子。这就是差距。别人可能看不出来，但鸭子进了嘴，卤汁好不好，一口就知道。老卤养出来的鸭子，肉嫩味儿纯，回味甘甜，那是时间熬出来的厚味，不是化学调料能调出来的。小莫，这缸老卤就是咱陈家的根。当年你爷爷我就靠这缸卤，在城隍庙口支了一个小摊儿，从1张桌子做到街坊排队。后来你爹没学会，他心思不在这上面。只有你，从7岁就跟我蹲在灶台边上。你记得爷爷跟你说的吗？卤浑即人浑，人端正卤醇厚，人浮躁卤就散了。对，守住这缸卤，就守住了陈家的手艺，永远别让它断了魂。我这辈子最骄傲的，不是这缸卤传了多久，是你这孩子没有走歪路。爷爷，您放心，陈家的卤不会在我手里断。真不行，上次来还有那么点味儿，今天彻底不行了，鸭皮跟吃纸似的，连点油水都没有，以后不来业绩了。半价有什么用？不好吃就是不好吃，花钱买最爽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最早发现这家好吃的。以前业绩的那些老食客，现在全转这儿来了。你们排的值，绝对好吃。阿姨，我就是看了你发的朋友圈才来的。那你可来对了，我老张什么时候骗过人？陈师傅，还认得我吗？我以前在业绩吃了20年，是你烤的鸭子让我留下的。赵叔，承蒙您一直照顾，今天给您挑整好鸭。我吃了20年烤鸭，舌头上过的烤鸭没有1万也有8000。说良心话，你在业绩的时候，那是业绩的黄金时代，你走了，他们的味道就一落千丈。我今天特意带着自家烙的饼来，就为了配你这只好鸭子。街坊们，我跟你们说句公道话，以前我不认识陈默，只知道业绩的鸭子好吃，后来才知道好吃的那个味儿是人家陈默的手艺，他一走，业绩就什么都没了。所以你们别看招牌，要看掌厨的是谁。凭什么？他一个小破店，门面不到我1/3，没有广告，没有促销，凭什么排我前面？凭什么？陈师傅，你这边排长队忙成这样，对面业绩那么冷清，你心里有什么想法没有？没什么想法，我做好我的鸭，街坊们吃得开心就行了，别的不重要。什么玩意儿？鸭子明显是不新鲜的，吃完拉了1晚上肚子，已经投诉到工商了，大家千万别来。后厨脏得要命，地上全是油渍，操作工没戴手套直接抓鸭子，卫生状况堪忧，强烈不建议消费。鸭子又小又干，和隔壁业绩比差远了，而且老板态度极其恶劣，问一句话爱答不理，1分都不想给。做鸭子的以前是业绩跑出来的，跟人家闹翻了才另立门户。这种有手艺没品行的店，再好吃我也不来。这样刷出来的差评，连编都懒得编得用心一点。有负面评价？爷爷，这是今晚突然冒出来的，节奏一致 ，ID 相似，没有任何一个上传真实出片，应该是花钱雇的人。这手段跟当年他父亲一模一样。当年你舅公，也就是叶剑他爸，想从你太爷爷手里抢秘方，抢不到，就在街坊里散布谣言，说陈家的鸭子是用药催大的，吃多了会生病。那年头的街坊都淳朴，有人信了，咱们家生意差点断送。后来是你太爷爷当着街坊的面，把进货渠道、养殖过程、宰杀时间全部公开，才洗清冤屈。做生意光明正大，搞这些阴私手段，简直丢尽了脸面。叶家2代人都一个德行。爷爷，消消气儿，他们用这种手段，
恰恰说明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口碑是客人用嘴吃出来的，不是差评刷出来的。他们能雇几个人来刷差评，但雇不了来吃饭的客人，客人的舌头他们买通不了。爷爷，明天我打算做一件事儿，把我家从进货到出鸭的全过程公开拍出来，放到网上。每一只鸭子的来源，每一天的卫生清理，每一步的制作流程全部透明化，这样假的差评自然就不攻自破了。好，这才是陈家的做法，不跟阴的比阴，跟阴的比光明正大。各位街坊，各位网上的朋友，我是老街李老头，今年71了，在这条街上吃了60年烤鸭。这2天有人在网上说陈默家的烤鸭有问题，我跟你们说，全是胡扯。这是今天早上我亲眼看着送过车来的新鲜土鸭，我天天在这坐着，他一只鸭子进多少出多少，我全看在眼里。要是有什么不新鲜的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来，大家跟我进来看看，看看陈默家的食材到底怎么样。我平时在这里吃了这么多回了，今天给大家真实展示一下。你们看，这是今天早上的土鸭，还带着脚帘呢，每一只都干干净净的，比我菜市场买的都新鲜。你们说这种食材怎么可能吃了拉肚子？那些刷差评的人，你们自己来看看，哪里脏了，哪里有异味。我老张活了50多岁，干净不干净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后厨比我家厨房都干净。大伙儿看，这是今天中午的排队情况。陈默家店小，位置也不如对面业绩，但每天都是这个阵仗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吃。你们看这个烤炉，这可是他爷爷传下来的100年老炉。这鸭子一放进去，木头烤出来的香跟电烤炉完全不一样。他每一只鸭子都亲自盯着火候，从来不设定好时间就跑去抽烟，跟对面那个李凯不一样。谢谢大爷仗义直言，支持良心商家。原来老爷子天天坐在店门口是货字招牌啊！有老邻居们监督保证，放心了。那些差评的一看就是水军。李爷爷、张婶儿、王叔，这几天麻烦你们了。我陈默不会说漂亮话，这份情谊我记在心里。客气啥？咱们街坊几十年，谁帮谁不是应该的？你做好烤鸭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。就是，咱们可不能让好人吃亏。那些刷差评的见不得人好，我们偏要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的好。小陈，你以后只管专心烤鸭，做口碑的事儿有街坊们帮你。这条街上住了这么多年，谁家好吃谁家耍心眼儿，街坊心里门儿清。为什么他回回能成功？你们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，这能吃吗？妈，我饿。怎么了？我花了几十块买的烤鸭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自己看看，都糊成炭了，孩子咬了一口就吐了，说发酸发苦。你们业绩现在到底还敢不敢卖给人吃？我不是来找你们免单的，我是来问问你们开饭店的还有没有底线？这鸭子都烤成这样了，你们自己都不看一眼就端上桌吗？我们已经决定投诉到食品卫生部门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客人，您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立刻给您退钱，重新烤一只。我不差你的钱，我是不会再信你们业绩了。我吃你们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，我要败光你们！李凯，给我滚出来！我花钱雇你，你就给我做成这个样子，连个鸭子都烤不好，你到底会什么？你自己尝过你做出来的东西吗？我今天炉温没调好，今天太忙了，几批鸭一起进的，我太忙？你看看大堂里有几桌，这还叫忙？就这点客流量都忙不过来，你还好意思说你以前帮陈默管整个后厨？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你以前在陈默手下那2年根本不是在当主厨，就是在打下手，对吧？你口口声声说学会了全部手艺，结果连鸭子的火候都管不住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我真的尽力了。
我学的就是那些东西。可陈默根本没教我核心手艺，他只教我烤，从来没有让我碰过老卤的配比，从来没告诉我四季加料怎么调。他说那些只传陈家的人，我只会皮毛。你什么意思？但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已经尽力了。所以，我所有计划的基础，我以为你学到了陈默的真传，我以为可以把他的手艺复制过来，都是假的。从第一天起，你就在骗我。我当初把你留下，让陈默滚蛋，是我瞎了眼。今天开始，你的工资扣到只够吃饭。要是不服，现在就可以走。陈师傅，对不住，昨天晚上叶总找到我，把本地所有土鸭全包圆了，3个县7个养殖点，他出价翻倍，合同连夜签的，违约赔偿那一条写的特别狠。我不是不想给你送，是真赔不起。陈师傅，你骂我吧。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上次结一次货不够，现在直接把所有货源全包了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3个县的土鸭全包了，叶建这得花多少钱？他宁肯烧钱也不让陈默好过，这哪是做生意，这是在赌气。那怎么办？陈师傅每天要用20只鸭子，货源一断，岂不是要关门？对面叶建这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了，这小店怕是真的顶不住。小陈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想个办法，要不咱们找街坊凑钱，你去外地借。周哥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不怪你。不用急，我陈家祖传做鸭100年了，这100年里，战乱、饥荒、物价飞涨，哪一样没经过？一个本地垄断，封不死我。清水河深山养殖基地，我爷爷当年开出来的老渠道。那边海拔高，水质冷，空气干净，养出来的土鸭比本地的还好，只是运输远一点，多半天，叶建的手伸不到那儿。今儿晚上杀好，冷链车连夜发，明天一早到你店门口。谢谢大舅公，运费和价格按规矩来，不改。跟自家人客气啥？你爷爷当年教我养鸭子，1分钱没要，我能赚你的运费？别废话，明天一早收货就行。喂，是我。陈默那边还有别的货源吗？查一查他最远的进货渠道，能查到多远的？这个品质比本地土鸭还好。大舅公说的对，深山水冷，鸭子没腥气。小莫，昨天的事我一晚上没睡好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乡下那个外甥就是养土鸭的，10来年了，从不用饲料催，纯天然放养，鸭子满地跑，肉紧实的很。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说随时可以给你供货，长期供。还有我认识一个种香料的农户，就在城郊山脚下，他家3代种花椒、桂皮、草果，全是天然晾晒，不搞硫花熏。陈默，你用的那些调料我都拿去给他看过，他说全都有产，品质更纯。你要是信得过，我明天就带他过来见你。以后你的香料咱们直接从产地直采，又新鲜又正宗，价格还稳定。今天咱们老街坊有一个算一个，把老家能动的资源全部对接过来，养鸭的养鸭，种香料的种香料。叶建不是想用钱买断所有渠道吗？让他买，看是他钱多还是咱们街坊人多。各位街坊，这份情谊我陈某人记在心里，我能做的就是烤好每一只鸭子，不让大家白帮忙，也不让老街的人在烤鸭这件事上吃到任何一口亏。够了，有这一句话就够了。你忙你的，我去对接我外甥那边的养鸭场。以前是1条路，叶建封死了，现在拆成7条路，7条路通7个方向，他封得了1条，封不了全部。这群街坊，他一个小小的烤鸭店，值得他们这么帮他？你看到没？你他能火，凭的就是装修和宣传。什么祖传、老卤、现烤现卖，不就是几个词儿吗？咱们照抄过来，再加低价，客人分都分不清。
等客流稳了，价格再调回去，咱们就翻身了。可是叶总，咱们没有真的老卤，现在用的那个卤汁儿就是速成的，味道没什么变化。要是有食客较真，谁让你提这个了？少废话！只要样子像，傻子都分不清。你看现在这些客人，有几个是真懂烤鸭的？不都是看热闹，哪边人多往哪边挤？你赶紧给我烤鸭子！今天开业大酬宾，用数量压质量。老王，你快来看，你看业绩这招牌，天爷啊！这不是照抄人家陈默吗？祖传老卤，他叶归有老卤吗？他那个卤汁连1个礼拜都养不住，也敢挂这个？人家陈默有100年老卤缸，那是他爷爷传下来的，养了近100年。叶剑昨天刚换的新招牌，哪来的老卤？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？哟，连装修都是照陈默家的，这个原木色，这个字体，简直一模一样嘛！画虎不成反类犬。就是，抄人家的装修，抄人家的标语，但陈默家烤鸭的味道，他可抄不来。抄不来！人家陈默的手艺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老卤缸传了100年。他叶剑靠什么？靠他那个徒弟烤糊的鸭子，靠用冻鸭盖调料。对呀！各位街坊，咱们换了新招牌、新装修，欢迎大家来品尝。叶老板，别新老卤了，我问你一句，你有真的100年老卤吗？你敢让大家进你后厨看看你的卤汁吗？算了，张婶，别再问了，答案谁都看得出来。做生意做到这份上，还打肿脸充胖子，说白了就是心。没有真的老卤，没有手艺，再照抄装修有什么用？我早就跟他说了，味道不行就是不行。这家店的烤鸭味道也太普通了，还不如上次在商场吃的连锁店。我还以为是老字号，原来就是换了个招牌而已啊！下次别来了，还是去对面排那个陈氏吧。哼，听见没？客人嘴叼着呢，光抄张皮不抄心，白搭。叶剑这是把客人当傻子糊弄，迟早砸自己的锅。慢点，这东西重，扛稳了，千万别磕。陈家人交代过，磕一指的印子就是几十年的历史。这就是陈家太爷爷传下来的烤炉吧，60年了。我还是年轻时候在陈默爷爷的摊子上见过他，那时候他就用这炉子烤鸭子，炉火一烧，整条巷子都是香的。你们看这炉子的结构，炉心是耐火泥糊的，中间那层是隔甜层，外皮是老枣木，这设计太讲究了。枣木本身就有天然的甜香，不是烤炉的铁皮能比的。难怪陈默家的烤鸭那么酥脆。普通烤炉就是电热管烤空气，这个是整只炉慢慢蓄热，木香渗进鸭皮。这哪是炉子，这是老宝贝啊！小莫啊，这是你太爷爷传下来的烤炉，当年他亲手砌的第一块砖，到我这辈改进了隔层，到你爷爷那辈又加固了炉口。这炉子100年了，受热均匀稳当，烤出来的鸭子自带枣木香气，不是任何现代烤箱能比的。咱陈家的手艺能不能传下去，老天也在看。今天把这只祖炉交给你，就是要你记住，每一只从这个炉里出来的鸭子，上面都有3代人的心血。烤炉不只是工具，是家族的魂。爷爷，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每一只鸭子都只用这炉烤，枣木不能断，炉火不能熄。陈家100年的做法，我不会在我这一辈走样。不就是个100年的旧炉子吗？我就不信一只破炉子能比得过我的钱。老板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家的鸭子有问题，我吃完就肚疼，我疼得厉害，这绝对是食材不新鲜。不会吧？我也吃了，不会拉肚子吧？他说的也有道理，原材料每天送来，会不会真有每天不新鲜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也小心点儿。我刚才就觉得味道不对，现在开始肚子疼了，肯定是食材有问题。今天要是我不说，以后你们全得遭殃。这店就是个黑店。这位客人，
我家的鸭子，每一只都是今天早上从清水河养殖基地现送过来的，全程冷链。追溯源头可查，有养殖场建章、运输温度记录、宰杀检疫票。后厨的每一件工具，每天用3次的清洁消杀记录都在那边墙上挂着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我陪你一起去医院，所有检查费我出。但我也说清楚，如果是故意闹事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店里有监控，全程可查。小陈每天几点进鸭，几点送货，什么时候打扫后厨，我这把老骨头天天坐这儿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干净得很。你哪儿冒出来的吃坏肚子？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收了别家店的钱，跑这儿来故意砸场子？有人雇你来闹事儿，你心里清楚。但我告诉你，在这条老街上干这种事儿，街坊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要是真吃坏了，就和我们上医院。不敢去，就是在撒谎。对，去医院检查，我老张陪你去，不去就是心里有鬼。报警也行，你要是清白，怕什么？对呀，如果真有问题，他们早就慌了。这老板说陪去医院检查，挺坦荡的。我刚才可能吃太快了，或许不是鸭子。现在又说不确定，刚才不是还喊着要报警吗？不是要害得人家店主无法做生意吗？我问你，谁派你来的？说清楚再走，在这闹完就想跑。我们老街坊在这几十年了，没听过有人上门砸店还能全身退的。要不咱们现在就报警，让官方查查你身上有没有收钱的记录。别报警，我说是对店叶老板雇我来的，就是让我假装吃坏肚子闹事儿。我就说嘛，这家店我吃了1个月了，从来没拉过肚子。原来是对面的业绩派来故意砸场子。业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要竞争就公平竞争，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丢尽了老街的脸。我就是拿钱办事，其他的不关我事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吃饭了。今天这顿饭全部免单。不用，你做生意不容易，不是你的错。是对面太龌龊。就是我们继续吃，这样被诬陷还这么淡定，老板你人品我信得过，这只鸭子我肯定吃干净。闹事也好，差评也好，截货也好，他们越是使盘外招，我越要守住炉子前面的这1亩3分地。真正的手艺人不靠盘外招，靠的是客人吃完后满足的脸，这个谁也收买不了。只要闻到它是用了什么料，只要记住大概的比例，我就能复刻出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师傅，我就是好奇，我就是想看看老卤，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没有。李凯，你跟我孙儿学了2年，我见过你一面，那时候你刚来20出头，眼里有光，我以为你是真的想学手艺。今天你偷偷溜进来想偷老卤，我就知道你把那点光丢了，把你师门的情分也丢了。陈家手艺传心不传奸，心术不正，就算让你舀走1勺老卤，再复制10年也调不出他的魂儿。出去，现在以后别再进这个门。李凯，你要是问我怎么养一缸卤，怎么守一种味儿，我会告诉你。可你想偷，手艺这条路，心走了捷径，脚就永远走不到了。你们看看这个，这是王叔今早路过业绩的后厨，亲手拍到的画面。垃圾桶堆满不清理，垃圾都溢出到地上了，到处是苍蝇。这是烤鸭子还是养苍蝇？你们看他那个徒弟把掉在地上的调料捡起来扔回去，我的天！这哪是在做餐饮，这是在糊弄鬼！这种东西还敢卖给人吃，简直造孽！发到网上去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你们太黑心了，卫生这么差，还敢卖烤鸭，赶紧关门吧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外面传的视频是你把掉在地上的调料又捡回去了，
还被人拍下来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传成什么样了？叶总，那是太忙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没兴趣听你解释。你知不知道卫生评级一降就永远回不来了？你把我这家店彻底毁了。现在网上全是截图，这就是差距。陈默家后厨我们天天看，地面擦的能反光，每件工具都消毒，食材全部现送。叶剑这边倒好，简直是在给这条街丢脸。这么恶心，谁还敢去啊？靠骗能骗几天？做餐饮的连最基本的卫生都守不住，活该曝光。以后再也不来了。这真的免费？陈师傅，你这开店做生意不好白送吧？一点心意。你们每天凌晨4点起来扫这条街，我烤鸭子的炉子还没熄灭，你们已经在干活了，拿着吃，不用客气。哎呦，真香！谢谢你，陈师傅，你家的鸭子真好吃，咱干活的都知道，人也好，比对面那个强多了。慢点烫手，回去切了吃，皮要趁脆咬。你看这孩子身上带着陈家的骨头，心里揣着手艺人的良心，不忘初心，践行祖训。人家不只是说在嘴上，是做在手上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人，比那些唯利是图、偷工减料的人强100倍。就是吃了小陈家那么多次鸭子，今天这一出最暖心。你看那些环卫工，平时都是帮我们扫大街，今天能吃上热乎的好鸭子，看着就高兴。我活了50多年，在这条街上吃过多少店，涨价最快的，偷工减料最快的，跑路最快的。但像陈默这样刚开业没多久就肯免费给街坊送好鸭子的，头一个。做得对，手艺人赚的不只是钱，也是人心。今天你送给他们的不只是一只鸭子，是在告诉整条老街，陈氏烤鸭的手心不是挂在墙上看的。叶剑，你这地方越来越难进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我只好亲自来了。叶总，我也没办法，你欠我的货款前前后后加起来6万多了，我是小本生意，拖不起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郑哥、孙哥，坐，我这儿最近确实周转有点紧，再宽限几天。宽限？我已经宽限你2个月了。叶剑，你在这条街上开店20年，以前我从来没催过你，但今天是第3个月的月底，房租、物业、计纳金3笔加起来，今天必须结清。你看到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书面通知，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我按合同收房，你自己选。叶总，我的货款你也看着给个说法吧。上个月的押赔款还没结，上个月还有一笔尾款，加起来6万4。我也是小本生意，家里孩子刚上大学，全指着这笔钱。你今天要是不给，我只好报警了。合同和送货单我都带来了，白纸黑字儿。各位，求你们再宽限几天，我再想办法，我真的在想办法，只要几天，我一定把钱给你们凑齐。叶剑，我不想把事儿做绝，但你得明白，不是我逼你，是你自己把店做成这样的。这条街上现在谁不知道你业绩的口碑？你以前排商队的时候，我涨过你1分钱房租吗？现在你连客人都没了，还拖着房租不给，我也要吃饭，我也要活。反正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下午5点之前钱到账，我们继续合作；钱不到，我就走法律程序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陈默医生，我认输。外甥，求你了，借我点钱吧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房租欠了3个月，供货商要报警，只要度过这次危机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你是我亲外甥，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。现在想起来是亲戚了，当初你怎么对他的？你给大家说说。分红6万块，人家辛辛苦干1年，你给的分红是人家的零头，你怎么有脸来借钱？叶剑，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几10年，你那点事儿，街坊全都看在眼里。劫食材、刷差评、雇人闹事儿，哪一个不是你想出来的？现在店垮了，来找外甥借钱，你也好意思开口？叶剑，我跟你父亲同辈，看着你在这条街上长大，你从第一开店就用错了心，把生意当成抢地盘，把亲戚当成摇钱树，现在落难了想起外甥，
可你想过没有，当初你差点把他逼到绝路，那时候你怎么没想起他是你外甥？大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借点钱，先把房租还上，我以后……别以后了，你每次都是以后，别人拾柴的时候怎么不想以后？差评的时候怎么不想以后？小陈，别借给他，这种人贪得无厌，你帮了他，他缓过这口气，转头又得咬你。我不能借钱给你，但我可以帮你。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，我朋友在城东开物流仓库，需要搬运工，工资不高，但踏实挣钱，够你吃饭租房。你靠自己的双手把债还上，别再想着走歪路。搬运工？你让我业绩的老板去当搬运工？怎么，你不稀罕？人家小陈是给你一条活路。你瞧不上这工作，那你倒是自己想办法把债还上啊！眼高手低，才走到今天这步。看不起搬运工？我告诉你，咱这条街上谁不是靠双手劳动吃饭的？你以前那是剥削别人的劳动赚钱，那不叫本事，那叫缺德。脚长在别人身上的路，他自己不选，谁也帮不了。人家递给他正路，他不走，还是放不下那个老板架子。小陈做得对，不借钱是救他，不让他继续依赖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。给他介绍工作是帮他，他不要是他自己的事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我能做的是给他指一条正路，他走不走，我不能替他决定。我不要你的工作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我来就只想问你一句话，我就是不甘心，为什么你能火，我却不行？不就是有一个祖传秘方吗？我怎么就做不出来？凭什么？你把秘方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料，什么比例？为什么我用同样的鸭子烤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？叶剑，我年轻时候不是没跟你父亲打过交道，你父亲也和你一样想偷秘方，抢不到就断了来往。我今天告诉你，你们都以为秘方就是一张配方，一撮花椒，2颗草果，一味秘制香料的配比，对吗？根本不是。老卤不是一包调料兑水泡3天，是每日都要加料，4季配方全部相同。春天藿香，夏天甘草，秋天当归，冬天桂皮，差1天都不行。火大火小，搅动手感，盖子开合的时长，全是心法。这些你和李凯从来都没学到。你们以为偷一勺卤就能复制出味道，不可能的。原来我这点功夫根本不够，我一直在追一张皮。我学了2年，连门都没进去。你才知道，贪就是贪，手艺与良心从来不是靠偷靠抢能学会的。陈家能火不是因为一张秘方，是因为几代人守着那个卤。叶剑终于明白了，秘方不只是配方，但他还不知道，就算他拿了手技，也养不活一缸卤。心没静下来，卤就不成。陈家的祖训挂在墙上，他听不进去，但也许今天他第一次听到了。叶剑，你出来！我的工资你扣了我2个月的工资，房租交不起，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你今天必须给我结清！你还敢来找我要工资？李凯，你还有脸来要工资？我的店是让你搞砸的，手艺不行，鸭子烤糊了被骂的是你，鸭子不新鲜被投诉的是你，你把我这20年攒下来的招牌全砸了，你还好意思要工资？滚远点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！你还好意思全推到我头上？当初是谁让我用冻鸭偷工减料的？是你！你说，只要样子像，傻子都分不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是谁雇人截断陈默的食材渠道，买断3个县的货源？是不是你？是谁花钱雇水军给陈默刷恶意差评？是不是你？是谁找人去店里假装吃坏肚子闹事儿？是不是你？是谁让我趁陈默不在偷偷溜进后厨偷老卤？是不是你？所有的错都是你指使的。现在店垮了，你把屎盆子全扣到我一个人头上，你叶剑的良心呢？不对，你根本没有。听见没？全是他指使的。我之前还以为是李凯自己想出来的坏主意，原来自始至终都是叶剑在背后搞鬼，劫食材、差评、闹事儿、偷手艺，一条龙全是阴谋。原来都是你搞的鬼！你这条街上最大的害虫，活该你倒闭！你们，叶剑，该说的早就说过了。你欠租3个月，宽限到今天，期限满了，按合同，房子我收回来，里面的东西你要是不搬，我帮你搬。郑哥，再宽限几天行不行？就当看20年的交情。20年，就是因为看了20年交情，我才一次次宽限。你拖欠房租这几个月，如果换别人，我早在1个月前就清场了。叶剑，不是街坊不帮你，是你自己把路走死了。现在立刻走人。
你看他，这就是贪得无厌的下场。当年给陈默6万分红赶人出门的时候，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。不是街坊不救他，是他自己把能帮他的每个人一个一个全推开了。吃点东西吧，以后好好做人，还能从头再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当初我不该那样对你。过往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你吃完这只鸭子，找份工作养活自己，日子还长。我会的，我会找工作的。求你替我向街坊们说声对不住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做那种事儿了。师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段时间我在物流公司当搬运工，每天搬货送货，很累，但很踏实。晚上回去我一直在想，我以前有多蠢，被叶剑几句话就挑得忘了师恩，忘了你当初是怎么手把手教我的。我撒过谎，偷过卤，害过你。我不求你原谅，但我今天来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这是我用第1个月工资买的一点心意，不值钱，就是一点茶叶。我记得你以前在业绩的时候爱喝茉莉花茶。师傅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贪小便宜，再也不会背叛任何人。我已经辞掉了以前那些人，只交踏实做工的朋友。知道错了就好，这茶叶我收下，不过以后别再买，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。以后要是想学手艺的基础，可以来找我。核心的老卤不能传你，但正经的烤鸭功夫我可以重新教你，不过得先从擦烤炉开始，跟当年一样。谢谢师傅，擦炉子、扫地、搬货都行，我一定会好好学，再也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。年轻人嘛，犯错不丢人，改了就求成，以后好好干。陈默当年那么用心教你，你要是真能改，也算对得起他。张婶儿，谢谢你上回骂醒我，那些话我一直记着。行了行了，记住就好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陈默收店，以后常来吃鸭子，该付钱付钱哈。陈师傅，久仰，我是魏鼎餐饮的赵明，我们非常认可您家烤鸭的品质和口碑，今天来是想跟您谈一个合作，加盟。您看，条件是这样，您的陈氏烤鸭，我们帮您在全国铺开，前期先开100家加盟店，由我们统一品牌管理，统一供应链。您只需要提供秘方和技术标准，我们给您保底加盟费不说，每家加盟店您都有利润分成，预计3年内您能拿到这个数字。这还是保守估计。赵总，您开的条件确实很优厚，但陈氏烤鸭的核心老卤需要每天养护，烤炉火候全凭经验把控。如果大规模加盟，我担心每一家店都把控不好品质，到时候100家店，99家烤出来的味道不一样，砸的不是利润，是陈家的招牌。陈师傅您放心，我们可以标准化生产流程，统一配送卤汁基底、冷冻鸭品，加盟共用中央工厂统一供应就行，品质能保证的。国外所有大品牌都这么干。统一配送就是把百年老卤分成1000份，冷链发到全国，那还是陈家老卤吗？分出去的老卤没人日日养护，不出半月就死了。冷冻鸭配就不是首鲜了，咱家每条鸭都是活杀现送，不隔夜。小莫，咱们陈家做烤鸭不是为了赚大钱，是为了守住这缸老卤，守住这炉火，守住百年不变的味道。要是图赚钱，当年你太爷爷就去做批发了，不用一辈子守着一只烤炉，盲目扩张稀食品，违背祖训。赵总，谢谢您的认可，但我不能接受加盟，我会继续守着这家小店，做好每一只鸭子。这是我爷爷传给我的手艺，也是我答应客人和街坊的承诺。品质第一，规模第二，陈家的招牌不能折在我手里。陈老爷子，说实话，您这样的手艺人我很少遇到，我很佩服。以后您如果改变主意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老叶，歇会儿，你这一上午扛了快2吨了，不要命了？没事儿，多干点，心里踏实。以前欠的债多，现在得一样一样还。说真的，你这人刚来那几天，我以为你干不了，看着细皮嫩肉的，
没想到扛下来了，一天都没请假。你这劲头不像头回干力气活的。以前太飘了，现在才知道用力气换饭吃不丢人，心里稳当。这几个月我把账都还清了，晚上躺床上睡得着觉。行，就冲你这态度，年底评先进我投你。外甥，看来你改变了。谢谢你，外甥。以前是我太贪了，总觉得做生意靠手段、靠算计。把你赶走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自己赢了，走了一大圈弯路，差点把命送走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安稳做人，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才是最踏实的。每天晚上数着剪子睡觉，比数着骗来的钱睡觉安稳多了。这几个月，我把欠公控商和老郑的房租债全还清了，一分一分还的。还清那天，不瞒你说，我一个人蹲在仓库门口哭了，不是因为苦，是因为终于不欠了。我想把债还完，重新生活。好好干，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债还完了，以后只欠自己的。舅舅，来坐这儿。我身上脏。街坊吃饭不讲这些，快坐下。就是，快来！谢谢大家。今年秋天风调雨顺，咱们这条街也风调雨顺。咱们老街坊今天聚在一起，感谢小陈守住了老味道，不让咱们沦落到吃那些冷冻货。也恭喜叶剑和李凯，年轻人犯了错不怕，改了就好，重新做人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陈老哥，你家3代没走歪，这是我们整条街的福气。以后咱们邻里和睦，越来越好。第一碗敬老街。谢谢各位街坊，谢谢老爷子。以前是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陈默，劫过食材，刷过差评，坑过这条街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向陈默道歉。李大爷，您以前骂我，我一直记着，谢谢您骂醒我。小陈，外甥，要不是你给我指那条正路，我现在还在街上要饭。这碗我敬你，以后我还要敬你一碗。等我面馆能自给自足了，我在这开席请街坊，全用你家的烤鸭。好，我等那一天。我也谢谢大家的原谅。以前我把手艺弄丢了，把师傅弄丢了。现在我在物流公司做仓管，师傅重新教了我烤鸭的基础功。以后我会一边搬货一边踏实练手艺基础，我不会再走捷径。这还差不多。年轻人犯错不可怕，改了就成。来，把这碗酒干了，你就不许再提以前的事儿了。好。